竞选开始，大皇子竟然要干掉老地主。U 盘是你偷的吧？是啊，为了引皮卡尔上钩，我故意演的这场戏。Boss， 你要怎么感谢我呢？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？咱们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，有些话不被我说开吧？好吧，我承认我有私心，我想利用皮卡尔偷回 U 盘，也想在皮卡尔身上下注。不过同时，我也的确是在帮你传播消息，毕竟皮卡尔呢，我可没泄露你的计划。你可真是鸡贼啊！无论这场竞争是皮卡尔赢还是阿卜杜赢，反正你都不会输。这都是老板您教的好，更何况我不认为您会输。当然，如果你输了，那就不配做我何超龄的老板喽。那死的就是我了是吧？果然啊，你何超龄还是那个坏到骨子里的蛇蝎女人。得了吧，论使坏，100个何超龄也比不上白龙王您的一根毛啊！好了 ，U 盘已经被我销毁了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何超龄，我们之间以后只有利益关系了哟，再也没有什么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了哟。起开，本来也没有什么暧昧关系。U 盘一直是两人关系的枷锁，销毁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反而更近了一步。没多久，皮卡尔带人找到三金。各位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三金，你少装算了，你肯定知道我们来的目的。你们的目的我怎么会知道？阿卜杜都已经回国了，就你还留在马国一直不走，不就是想找我们买食用油吗？我为什么要找你买油？现在期货市场上到处都是便宜的订单，我随随便便都能买到货。你那的货，嘿嘿，我可买可不买。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能吃下你手里大量现货和期货的人只有我一个。你的态度让我非常不爽，老子不买了。皮卡尔心态爆炸了，从小到大，他从来没求过人。去你的！赚老子的钱，还想让老子给你当孙子？老子不卖了！怒喝一声，皮卡尔就要走人。皇子不能走啊！现在只有三金能吃下这么庞大的货量，而且国内银行催款催得紧，我们再不想办法交一笔钱搪塞过去，怕是要出大事。好吧，但是要说什么你来说，老子才不会像一个大下人低三下四的。行，这个孙子我来当。很快，几人再度折返。那什么，三金先生，我代表我们皇子来跟您谈判。让你们皇子求我，我才考虑跟你们谈。你做梦！那就没得谈喽。3天之内你还不上骆驼国银行的钱，我保证地主之位妥妥的会落到阿卜杜的口袋当中。你什么你？来老子这要饭还想当大尾巴狼？我可不惯着你。皇子殿下，国库的钱如果还不上，地主的位子咱们可真就不用争了。奥克的话彻底击碎了皮卡尔内心的高傲。三金先生，求求您吃下我手里的货吧！连骆驼国的皇子都要对老板卑躬屈膝、低三下四，这才是男人应该有的气势。我白龙王说话算数，说吧，你打算出多少货？单价多少？我想请您吃下我手里全部的货，每吨7000块。你同意的话，我们立马签合同。皇子殿下，你做梦呢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价格别说你求我了，哪怕我是你亲爹、亲爷爷都没可能。那你能出什么价？何秘书，告诉他们现在国际食用油期货的价格。食用油期货的价格是4500块1吨。大夏人，你不会是想以现在的期货价格收购我手里的食用油吧？你是知道的，这批货未来一定会涨。皇子殿下，您想多了，我当然不可能以这个价格收购您手里的货了。皮卡尔这才神色稍缓。现在国际食用油期货还在暴跌当中，我得给自己留出足够多的利润空间才行，所以我给出的价格是4000块1吨。不行，这个价格太低了，这个价格简直就是在抢劫。你搞清楚，如果原价买，我直接去期货市场进货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买你手里的货？做生意我得有的赚才行，没得赚那叫做慈善。我们手里有很大一批现货，这些你拿回去囤上3个月，肯定能赚上一大笔钱。3个月，鬼知道那时候的期货市场是什么情况。老板，价格又跌了100块，现在是每吨4400块了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哈，现在我的收购价已经变成39001吨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找其他买家，只不过嘛，竞选还有2天的时间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哟。皮卡尔气得不行，这么大批量的货，哪怕是找基金会合作，2天内也拿不到钱。皇子，他说的没错，价格多几百少几百都无所谓了，主要是先拿钱还给银行一部分，拖延到大选之后。老板又跌了，现在是4351吨了。皮卡尔先生，我的收购价现在变成3850了。哎呀，老板，价格又跌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答应你3850块1吨，但你也得答应我，这些食用油不能用来帮助阿卜杜搞成绩，否则就要10倍赔偿给我。这样的话，那我只能出3500块1吨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非常仗义，我买油就是为了帮阿卜杜。你想让我放弃朋友，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除非你加钱。听到三金无耻的言论，皮卡尔直接气吐血了。这脸皮厚的子弹都打不透吧？皇子殿下想清楚没？要不要加钱买我这个朋友？买，我买，签合同。走的时候，皮卡尔心在滴血，9100的竞价，卖出价只有3500，直接亏损了近2万亿。如果这次争不到地主之位，不用阿卜杜，骆驼国的百姓也会把我给生撕了。三金则是以1万多亿的价格拿下了马国食用油现货和期货。咱们吃下这么多货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大夏可吃不下这么多货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买这么多，
现货和马国未来陆续产出的货，我打算全部封存至少1年的时间。你疯了吗？光是买货已经花了1万亿了，后续再封存保留，又是一笔天价的保存费，我们会亏死的。怎么可能会亏？1年后食用油的价格会因为连续灾害天气暴涨到一个恐怖的价位。2天后，地主竞选开始，阿卜杜与皮卡尔早早的来到了皇宫。我亲爱的弟弟，你让一个大夏人在你头上拉屎撒尿，也太丢我们骆驼国人的脸了吧？白龙王是真神的使者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能跟他合作是我的荣幸。我宣布，地主竞选现在开始。首先由阿卜杜进行演讲和成绩报告。地主大人，本人这些年成绩傲人，为骆驼国做了诸多贡献。原油期货站发现新油田以及跟大夏国进行诸多贸易来往，听起来每一样都十分傲人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骆驼国新一任的地主应该由我来担任。我亲爱的弟弟，如果你就这么点成绩的话，那么我可以提前宣布地主之位，你没戏了。皮卡尔同样不急不缓地讲述着这些年来他做出的成绩。还有吗？还有2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是我做的。南阴阳国10万辆汽车的订单是我促成的合作，这次合作大大促进了骆驼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，让骆驼国一跃成为世界排名前10的汽车制造大国。真神保佑，皮卡尔，你做的太好了！不光是制造业，排名世界前3的圣路桥梁集团已经被我收购，咱们骆驼国已经竣工的骆驼大桥就是圣路的作品，以后我们的桥梁也将是世界级水平。老地主激动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润。太好了，真神在上，我骆驼国崛起指日可待了。阿卜杜装作一副生气的样子。皮卡尔，你截胡我的项目，那些项目是我先去谈判的。阿卜杜连个项目都保不住，你又怎么能保住骆驼国？地主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即便是那些项目差点让我谈成，也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了？不错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难道这2个项目有诈？不可能，一定是阿卜杜在诈我。地主大人，皮卡尔擅自挪用国库去马国采购食用油，结果巨亏了近2万亿，这是在拿骆驼国百姓的钱开玩笑，他不配做地主。可有此事？是有此事，可我的初衷是好的，我也是为了解决国内食用油缺乏的问题啊。而且汽车项目和桥梁公司收购项目，从长远来看，绝对能弥补我在食用油上的亏损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骆驼国从来不缺钱，缺的就是能提升骆驼国技术的项目。阿卜杜啊，皮卡尔也是好心办坏事，他出发点是好的。看来老地主还是偏心皮卡尔啊，真神在上，还好您派来了白龙王大人，否则今天恐怕就是我的末日了。想到这，阿卜杜不动声色地发了一条信息出去。阿卜杜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地主大人，我没有需要补充的了。那么我宣布，皮卡尔以优异的成绩、卓越的贡献，赢得了这次竞选的胜利。亲爱的弟弟，很抱歉，这次的竞选是我赢了。哈哈，不行，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，你居然还真以为自己赢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地主大人不好了，骆驼国汽车行业的老总们集体来请愿，说是见不到您，他们就集体自杀。为什么要见我？他们说南阴阳国那边毁约了，提了车以后迟迟不肯付半毛钱，现在这些老板已经全部濒临破产了。皮卡，你现在马上给南阴阳国的采购负责人打电话，开免提，让他解释清楚这件事。皮卡尔立刻给金圣恩打了过去。金主任，咱们采购的那批汽车的款项什么时候付啊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？那些车没有一辆合格的，按照合同规定，我们是1毛钱都不会付的。皮卡尔顿时傻眼了。皮卡，这个项目不但不能算你的成绩，还要算成你的扣分项。地主大人，您听我解释。地主大人不好了，又怎么了？死人了，死了100多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。什么？难道敌人来袭了？不是的，是骆驼大桥塌了，技术鉴定说是圣物桥梁公司那边偷工减料导致的。皮卡尔，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不可能啊！圣路公司的质量标准是符合规定的呀。大哥，你连这种项目都敢弄虚作假，如果地主之位交到你手上，还得有多少百姓遭殃？地主大人，你让这种人上位，我不服。老地主没办法了，如果只是亏钱，他还能偏向皮卡尔？我收回刚才的决定，本次竞选阿卜杜获胜，地主之位将由阿卜杜来继承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皮卡尔咬着牙，表情变得越来越狰狞。你个死老头子，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居然要把位置交给阿卜杜！下一刻，皮卡尔冲上王座，挟持住了老地主。皮卡尔，你干什么？都别过来！我才是真正的新任地主，是阿卜杜设计陷害我。一击毙命的概率有多大？老地主几乎把皮卡尔全身的致命处都挡住了，一击毙命的概率不超过20%。我问的是老地主。